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，话反而越来越少？不是因为他们不会说，而是因为他们早就看穿了一件事，这件事关系到你的晚年能不能过得安稳，关系到你的家庭能不能和睦，更关系到你这一辈子能不能善终。我观察了几十年，发现一个规律，凡是晚年过得好的人，都懂得把人生调成静音。这话听起来玄，但你仔细想想，那些整天唠唠叨叨的老人，哪一个真的过得舒心？那些喜欢管东管西的人，哪一个得到了子女的真心孝顺？台北有一位老先生姓王，退休前当了30年的中学校长，一辈子管惯了人，退休以后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。儿子买房，他要管，说地段不好，价格太贵；媳妇做菜，他也要管，咸太咸，咸太淡；孙子读书，他更要管，规定不准看电视，不准玩玩具，非要考第1名不可。刚开始儿子还能忍，觉得父亲是好意，但3年不到，儿子一家搬走了，过年过节也不回来。王老先生气得逢人就说儿子不孝，说媳妇教坏了他的儿子。你看，这就是不懂静音的代价。不是儿子不孝，是他自己把儿子推走。为什么老了要学静音？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讲过一句话：60而耳顺。什么叫耳顺？就是听什么都能顺进去，不是没有主见，而是明白了一件事，很多话说了也没用，很多事争了也争不来。你当年年轻的时候，你的父亲要是像你现在这样管你，你会高兴吗？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，真正能做到的人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有一个大毛病，叫做执着。佛家讲破执，道家讲无为，儒家讲中庸，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。你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，执着于自己的经验是有用的，执着于别人应该听你的，这些执着就是你晚年不得安宁的根源。易经64卦，每一卦都在讲变化。你看乾卦6爻全是阳爻，最后一爻叫什么？叫亢龙有悔。龙飞得太高就要后，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物极必反。人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，什么都想管，什么都想说，那是应该的。但到了晚年还是这个样子，那就是亢龙了，就要有悔了。再看艮卦，艮为山，山是什么？山是静止，是不动。易经讲艮其止，止其所，就是说该停的时候要停，该安静的时候要安静。很多老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总觉得自己还能再战10年，结果把自己累个半死，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。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懂这个，我也曾经以为人活着就要有价值，就要发挥作用，不说话管事，那不是白活了吗？但后来我慢慢明白了，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使命。年轻的时候使命是建功立业，中年的时候使命是养家糊口，老年的时候使命是什么？是修养，是安静，是给年轻人做一个好榜样。什么叫好榜样？不是你有多能干，而是你有多从容，有多淡定。你安安静静待在那里，子女看到你安详，心就安了；孙子看到你从容，就学会了什么叫淡定。这才是你对家庭最大的贡献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老了不说话，不是很孤独吗？错了，大错特错。真正的孤独，不是没人陪你说话，而是你说了一大堆，没有人愿意听。真正的快乐，也不是热热闹闹，而是内心的安宁。佛家讲万法由心生，你觉得孤独，
是因为你的心不够安静，像猴子一样到处乱跑，一刻都停不下来，所以需要不断说话来填补空虚。但如果你的心能静下来，你会发现安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，安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道德经里讲，大音希声，最大的声音反而是听不见。真正有分量的人不需要大声说话。你看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，他们是不是话都很少？但他们偶尔说一句话，大家都会认真听，都会记在心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平时话少，话一出口就有分量。反过来说，那些整天唠唠叨叨的人，说的话再有道理也没人听。为什么？因为说的太多，别人已经麻木了，已经免疫了。这就像吃菜一样，再好的菜吃多了也会腻，再好的道理天天讲也会变成废话。我们中国人讲修养，修养不是你读了多少书，不是你懂得多少道理，而是你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嘴。年轻人管不住嘴，还情有可原，血气方刚，有话憋不住。但老年人要是还管不住嘴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你活了大半辈子，连这点定力都没有。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？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认识一位老教授，著作等身，学问很深，但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话特别少。开会的时候，别人讨论的热火朝天，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听，从来不发表意见。学生来请教问题，他也是简单说两句，绝不多讲。刚开始大家觉得这位老教授怪，以为他看不起人，但时间久了，大家都明白了，他不说话，不是没有话说，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不该说。而且他偶尔说一句话，往往针见血，直指问题核心。我有一次私下请教他，问他为什么话这么少，他笑着说，话说多了就会错，错了就要解释，解释就会更错，最后搞得一团糟，不如一开始就少说，省得麻烦。这话听起来简单，但蕴含着大智慧。论语里孔子讲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做事要快，说话要慢。又讲多闻确疑，慎言其余，多听少说，不确定的事不要说。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，说话要谨慎，老了以后更要谨慎。为什么老了说话要更谨慎？因为你的话会产生更大的影响。年轻人说错话，别人觉得你不懂事，不会太计较；但老人说错话，别人会觉得你倚老卖老，会觉得你不讲理。这样一来，你的威信就没了。威信没了，以后你再说什么，就算是对的，别人也不会听了。所以，聪明的老人懂得珍惜自己的话语权。什么叫珍惜话语权？就是少说话，说重要的话，说有用的话，不重要的话不说，没用的话不说，会引起矛盾的话更不说。我们从易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易经讲阴阳消长，就是阴阳之间此消彼长。年轻的时候阳气旺盛，你要动，要说这是符合天道的。但人过了50岁，阴气开始增长，阳气开始衰退，这个时候你要顺应变化，开始收敛，开始安静。如果你不顺应，还想保持年轻时的状态，那就是逆天而行。逆天而行的结果是什么？是自取灭亡。这个道理在中医里也讲得很清楚。中医认为，老年人阴气重，阳气弱，这个时候要养阴，不要耗阳。怎么养阴？安静就是养阴。你整天说个不停，操心这个操心那个，这是在耗阳。阳气本来就不足，你还拼命耗，身体怎么会好？
所以很多老人身体不好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懂得安静。台中有一位老太太姓林，今年80多岁了，年轻的时候是个能干人，把几个孩子拉扯大，个个都有出息，但她有一个毛病，就是爱操心。儿子结婚了，她操心儿媳妇会不会做家务；女儿生孩子了，她操心女儿会不会带孩子；孙子上学了，她操心孙子会不会读书。总之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她都要管，都要说。刚开始子女还能忍，觉得母亲是为他们好，但时间久了，矛盾就出来了。子女觉得母亲管得太多，家里气氛越来越紧张。后来有一天，林老太太突然病倒了，住进了医院。医生说她血压太高，情绪太激动，必须好好休养。在医院躺了1个月，林老太太想通了。她跟我说，她突然明白了，自己这些年活得太累了，什么都要管，什么都要说，结果把自己累病了，把家里也搞得不安宁。出院以后，她下定决心，管不说了，儿女怎么做是他们的事，孙子怎么样是他们的事，她只管好自己就行。也奇怪，林老太太不管了，不说了，家里反而和睦了，儿女主动来看她，孙子也愿意跟她亲近，她的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，血压稳定了，脸色也红润了。这就是《道德经》里说的无为而无不为。什么叫无为而无不为？就是你什么都不管，反而什么都做成了。听起来很矛盾，其实一点都不矛盾。你管得太多，反而把事情搞砸了，你什么都不管，给别人空间，别人反而能把事情做好。这就是老子的智慧，也是老年人应该学习的智慧。我们中国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致虚极，守静笃。这是老子讲的，意思就是说，要把心清空到极点，要把静守到最深处。你的心要空，要静，心空了，就不会被外物所扰；心静了，就不会被情绪所动。一个心空心静的人，还需要说话吗？不需要，因为他内心充满了力量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总觉得说话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，说话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。错了，大错特错。真正有价值的人，不需要说话来证明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，说话了吗？没有。他在静坐，在沉思，在感悟。等他悟道以后，才开始说法。而且他说法也是有选择，该说的时候说，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说。这就是修行。修行不是跑到深山老林里去，不是整天念经打坐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修炼自己的心。你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嘴？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？能不能放下自己的执着？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以为修行是很玄妙的事情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。你有多少不好的习惯，就有多少需要修正的地方。老人最需要修正的是什么？就是爱说话、爱管事、爱操心，这3个毛病。改了这3个毛病，你的晚年就安稳了。易经里面讲吉人之辞寡，吉祥的人话少。为什么话少的人吉祥？因为话少就不会惹祸，不会得罪人，不会给自己找麻烦。你看那些晚年过得不好的人，哪一个不是祸从口出？说错话得罪人，说闲话被人记恨，说大话被人看不起。话说多了没有好处。所以老年人要学会闭嘴。闭嘴不是憋着不说，而是选择不说。看到不顺眼的事情不说，听到不中听的话不说。
遇到不讲理的人更不说，为什么不说？因为说了也没用，反而给自己添堵。这不是懦弱，这是智慧。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据理力争，针锋相对，因为你有资本有时间，但老了时间有限，精力有限，要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，而不是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。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？就是修养自己的心性，就是享受当下的生活，就是陪伴自己真正在乎的人。这些才是晚年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中国人讲养生，养生养的是什么？养的是生命。生命不仅仅是身体，更重要的是精神。你的精神好了，身体才会好。精神怎么才能好？安静下来，精神就好了。你整天吵吵闹闹，忧心忡忡，精神怎么会好？精神不好，身体能好吗？所以说，把人生调成静音，其实就是在养生，就是在延长自己的寿命。现在很多老人都在追求长寿，吃这个保健品，吃那个营养品，花了很多钱。告诉你，那些东西都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心态。心态好了，不吃保健品也能长寿；心态不好，再多保健品也没用。什么叫心态好？就是心安，心静心平。心安了不担忧，心静了不烦躁，心平了不愤怒，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。孟子讲，养心莫善于寡欲，养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欲望。老人的欲望是什么？不是想吃好穿好，而是想证明自己还有用，想证明自己的话还有人听，想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，这些都是欲望，都是执着。你把这些欲望放下了，执着放下了，心就安了，就静了，就平了。我见过很多老人，物质生活很好，儿女孝顺，衣食无忧，但过得并不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不安。他们总觉得儿女做得不够好，总觉得孙子没有按照他们的期望发展，总觉得这个世界不符合他们的想法，心不安就不会快乐。反过来说，我也见过一些老人，物质生活很简朴，住的房子不大，吃的饭菜也简单，但过得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心安。他们不跟别人比，跟自己的过去比，就活在当下，享受眼前的每一天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幸福。佛家讲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什么叫屠刀？屠刀就是你的执着，你的欲望，你的不甘心。你把这些东西放下了，你就成佛了，就解脱了。成佛不是说变成神仙，而是说你的心自由了，不再被这些东西束缚了。老人最应该学会的就是放下，放下对子女的控制欲，放下对过去的执着，放下对未来的担忧，这些都放下了，你就自由了，就轻松了，自由了，轻松了，就不需要说那么多话了。因为你的心里没有那么多不平，没有那么多牢骚。南部有一个村子，村里有2位老人，一位姓张，一位姓李，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，村里人都很尊敬他们。但这2位老人风格完全不同。张老先生话很多，村里有什么事他都要发表意见，指点一番。李老先生话很少，村里有什么事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听，很少说话。有一次村里2户人家因为土地的事情闹矛盾，差点打起来，村里人就去请这2位老人来调解。张老先生一来就开始说这家不对，说那家也不对，说了一大堆。结果2家人听了更加生气，
矛盾反而更大了。后来李老先生来了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两家人。两家人看到李老先生这样，反而不好意思再吵了，慢慢冷静下来。李老先生这才说了一句话：土地的事是小事，邻里的情分是大事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说完他就走了。结果两家人后来自己协商，把事情解决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静音的力量。张老先生说了大堆没有用，李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李老先生平时话少，所以他的话有分量，他不说则已，一说就能让人听进去。这个道理在易经里叫做观卦。观卦的象辞说风行地上。观什么意思？风吹过大地，默默地影响着万物。但风有声音吗？有，但很轻。风有形体吗？没有，但它的影响无处不在。老人就应该像风一样，虽然存在，但不显山不露水，默默地影响着家人，而不是大张旗鼓的去说。我们中国文化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归隐。历史上有很多有才华的人，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以后，就选择退下来。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以后，功成身退，带着西施泛舟五湖。张良帮助刘邦建立汉朝以后，辞官归隐，云游四方。这些人为什么要退？不是没有能力了，而是知道功成名就以后就应该退下来了。退下来不是失败，而是另一种成功。老人也应该学会归隐。归隐不是说要跑到山，而是从生活的前台退到后台。前台是年轻人的舞台，让他们去发挥，你在后台安安静静的看着就好，偶尔给点建议，但不要指手画脚，这样你轻松，他们也轻松，大家都好。我见过很多老板，他们创业成功，把公司做得很大，但老了以后不肯放手，还要牢牢抓住权力，结果呢，公司的发展停滞了，下一代也没有机会成长，最后公司慢慢衰败。这就是不懂得适时放手的下场。反过来说，那些懂得适时放手的人，把公司交给下一代，自己退居二线，安安静静的做个顾问。下一代有了施展的空间，公司反而发展得更好。这些老人晚年也过得很舒心，可以真正享受生活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讲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70岁的时候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不会超越规矩。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怎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？就是要经过长期的修养。修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而是一辈子的功夫。你年轻的时候学礼，中年的时候守礼，老年的时候就能不逾矩。什么叫不逾矩？就是礼已经融入你的血液里了，不需要刻意想该怎么做，自然而然就做对了。但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完成这个过程。他们年轻的时候不学礼，觉得那些规矩都是术；中年的时候不守礼，觉得自己有本事，可以不守规矩；老年的时候更不懂，倚老卖老，为老不尊。这样的人晚年会好吗？不会好的。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你年轻的时候种什么因，晚年就得什么果。佛家讲因果，这是最根本的道理。你对别人好，别人就对你好；你尊重别人，别人就尊重你；你给别人方便，别人就给你方便。这些道理，但很多人就是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心里有太多的计较，有太多的执着。易经里有一卦叫谦卦，谦就是谦虚，就是低调。
乾卦是64卦里唯一6爻全吉的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好的，没有凶险。为什么乾卦这么好？因为谦虚的人不会招惹是非，不会树立敌人，不会给自己找麻烦。老人更要学会乾卦的道理，学会谦虚，学会低调，学会把自己放低。很多老人做不到这一点，总觉得自己吃的盐比年轻人吃的饭还多，走的桥比年轻人走的路还长，所以一定要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。这种心态要不得，时代在变，社会在变，很多事情你的经验不一定管用，你以为是对的，可能早就过时了。你非要坚持你的那一套，只会让人觉得你固执，觉得你跟不上时代。台南有一位老太太，她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她说，年轻的时候我想改变世界，中年的时候我想改变家庭，老了以后我才明白，我唯一能改变的只有我自己。这话说得太好了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想着改变别人，改变环境，结果到头来什么都没改变，反而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。真正聪明的人知道，改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把自己改变，你的世界就改变了。怎么改变自己？就是从说话开始。你以前喜欢说，现在学会不说；你以前喜欢管，现在学会不管；你以前喜欢争，现在学会不争。这些改变看起来很小，但影响很大。你不说了，家里的争吵就少了；你不管了，子女的压力就小了；你不争了，你自己的心就平了。道德经里讲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水是什么？水是最柔软的东西，但它的力量最大。水往低处流，从来不跟别人争高低，但最后所有的水都汇入大海。老人就要像水一样，柔软、谦卑，不争。你不争了，反而没有人跟你争了；你柔软了，反而没有人觉得你软弱了。我年轻的时候读《道德经》，不太明白这个道理。我觉得人应该刚强，应该有原则，怎么能像水一样柔软呢？后来我慢慢明白，柔软不是软弱，而是更大的力量。你用手抓水，抓不住；你用刀砍水，砍不断。但水滴石穿，再硬的石头也会被水磨穿。这就是柔软的力量。老人要学会这种柔软的力量。年轻人说什么，你听着就好，不要反驳，他们做什么，你看着就好，不要干涉。他们走自己的路，摔跤了也是他们的经验，你非要拦着他们，反而是害了他们。孩子总要长大，总要学会自己面对生活。你保护得了一时，保护不了一世。台北有一个老演员，年轻的时候是大明星，演过很多经典角色，但他老了以后很明智，知道自己不适合再演主角了，就开始演一些小角色。有人问他，你这么有名，怎么甘心演小角色？他说，戏没有大小，只有演得好不好。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演好这些小角色，给年轻演员做，这种心态多好。所以这位老演员一直很受人尊敬，晚年也过得很幸福。这就是懂得把人生调成静音的好处。你不争了，不抢了，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尊重。你退下来了，安静了，反而活得更有尊严。易经最后一卦是未济卦，未济就是没有完成，就是还在继续。这个卦告诉我们，人生永远没有终点，永远在路上。你以为到了晚年其实不是，晚年也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也有它的使命，也有它的意义。晚年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完成最后的修行，把这一生没有放下的东西放下。
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，没有和解的关系和解。很多老人临终的时候有遗憾，跟某个人没有和好，某件事情没有做，某句话没有说出来，这些遗憾都是因为执着。如果你早一点学会放下，早一点学会安静，这些遗憾就不会有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不管你现在是50岁、60岁还是70岁，都要开始学习把人生调成静音，少说话，多倾听，少管事，多观察，少计较，多包容，少抱怨，多感恩。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，但真正做到需要很大的功夫。我知道很多人听了这些话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但就是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你没有真正下，你嘴上说想改变，但心里还是放不下，你还是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，你还是觉得别人应该听你的，你还是觉得不说出来心里不舒服，这些都是执着，都是障碍。佛家有一个词叫顿悟，意思就是突然明白了。但顿悟之前往往需要长期的积累，你不能指望今天听了这些话，明天就开悟了。修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。今天少说一句话，明天少管一件事，后天少计较一次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，你的心越来越平静了，你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。道德经里讲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再远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把人生调成静音也是一样。不要想着一下子就能做到，而是从现在开始，从小事做起。看到不顺眼的事情，忍住不说；听到不中听的话，忍住不反驳；遇到不讲理的，忍住不计较，一次忍不住没关系，下次继续忍。忍得多了就成习惯了，习惯成自然，自然就成道了。我这一生研究了几十年的易经，几十年的国学，最后总结出来就是这几个字：放下、安静、随缘。放下过去，放下执着，放下不该有的欲望，安静下来，不要整天吵吵闹闹，不要整天忙忙碌碌，随缘生活。该来的会来，该去的会去，一切顺。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但不管多难，你都要去做，因为这关系到你的晚年幸福，关系到你的家庭和睦，关系到你能不能善终。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是最重要的，你走好了，这一生就圆满了；你走不好，前面做的再好，也会留下遗憾。所以各位，从现在开始，学会把人生调成静音吧，不是不说话，而是说该说的话；不是不做，而是做该做的事；不是不在乎，而是不执着。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，该退出的时候就退出，该安静的时候就安静。这才是真正的智慧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这才是真正的善终。你做到了这些，你的晚年一定是幸福的，你的家庭一定是和睦的，你的人生一定是圆满的。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恩赐，也是我们自己修来的福报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年轻的时候你有多张，晚年就要有多低调。年轻的时候你有多爱说，晚年就要有多安静。这是天道，也是人道，更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。希望各位都能明白这个道理，都能做到这一点，让自己的晚年过得安稳，过得自在，过得有尊严。